公元2015年6月27号，星期六，是日天气晴朗，又是一届天外人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开启了为期半个月的军训，从此踏上了不归路不对，通往艰苦朴素的生活道路。究竟同学们是为了什么去军训的呢？这位同学你好，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好啊。你认为军训的意义是什么？锻炼我们的意识吧。这可以打牌啊！哎，别晒黑就行。有没有网再见了？我怎么火？哇，我见习我不用睡呀。就这样，带着无限的憧憬，马场道的同学们踏上了前往大港的旅途。经历了短暂的车程，同学们集合在美丽的滨海校区。不久，同学们便开始领取军装，为即将到来的训练做好准备。下午试训之后，同学们在操场集合，进行了军训动员。加油！滚！加油！滚！早操的话，就是觉得有一点适应不的样子，因为起得太早了。早上因为训练量有点，对于我来说有点大。先开始是跑3圈，刚开始肯定是难受的，那个呼吸都调整不过来。教官的印象，一开始那个教官挺好的，好像比我还小一点。对。然后呢，也不是太严吧。一帮男生就跟教练坐在那儿就吹牛，反正侃大山，什么都说，然后感觉接下来日子好过了。但是正式进入训练了以后，发现这个教官还是公私分明，训练的时候对我们特别严。被教官说了几次，就早晨坚持一下嘛。
然后做完早操回去再补觉，感觉就很好。训练的基本内容刚开始就是那个队列队列里面的一些动作，稍息、立正、向左转、向右转、向后转，还有这个整理阵容。只不过这次可能就又新加了一些动作，就比如说向右看，然后敬礼这些，然后就是又把这个动作又规范了一点。有时候就做得不好的时候会练我们，然后用一些比较那些军队里的一些方式。虽然说刚开始挺折磨人，但是练了那么几天以后，感觉还是可以接受。尤其是踢正队，走起来非常帅，但是呢练起来也非常苦。尤其是教官特别要求就是脚掌踏地一下那个声音，这个非常难练，我们练得非常苦，但是可以说是体会到了真正军人训练的时候那种刻苦感。让我们聆听军训之声。15名往上，左右会标齐嘛，往你左边标，往大排头这边标，全体开镜，向左说，1、2、3、4，1、2、3、4。小小的番号不是说声儿小啊，再来一遍啊，1、2、3、4，1、2、3、4。近代的军事思想就是我们这个建国以后的军事思想，应该说随着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我们都觉得不同的时期对于国防建设、军队建设思想提出了不同的理论体系，当然它也是一脉传承的。摆头啊，这把帽子拽掉的感觉啊，拽掉。使人给我赶劲儿，脖子那块劲儿啊，赶紧用劲儿啊！加油，开进，向前看，向前一步走，向前一步走。训练开始的几天，太阳一直未曾露面，天空永远是灰蒙蒙的。此时的同学们抑制不住求雨的冲动，而淅淅沥沥的小雨也终于降临。避雨期间，教官与同学们促膝长谈，休息时，同学们也会在美丽的湖边寻找美丽的荷花，就连前来慰问同学们的校长也忍不住掏出手机记录美丽的风景。从第4天开始，校领导以及各个学院的领导先后来慰问各位军训工作中的老师和同学，先有修大大以及各位校长，后有李红书记和各个学院的领导。同学们站好各自的队伍，接受各位领导的巡视。各位同志，天津外国语大学军团3营正在组织训练，请您指示。按计划进行。循机器。向同学们慰问过后，修校长特意来到教官宿舍，了解了他们的食宿情况。说到这里，当天下午，同学们也都派出代表参观宿舍。教官为每位到场同学演示他们是如何叠传说中的豆腐块被子的。看过之后，同学们惊叹不已。
教官宿舍吧，就看起来严严整整的样子，所有的被子都是一个方块的，然后还有毛巾被和枕头都叠得特别整齐。然后发现他们东西好像很少的样子，就像我们女生宿舍带的行李特别多，到处堆的都是，然后扔的什么东西都是，感觉还是挺佩服他们的。那个强迫症福利啊。美好的日子过去得很快，军训即将过去一半，同学们完成了基本训练，便被分到各个汇报演出预备阵营了。离开原来的连队，离开原来的教官，同学们都有些不舍。分开的时候，这个教官之前也给我们做了很多铺垫，说，哎，你们不管跟了谁都要好好训练，然后跟谁训练都一样。然后分开的时候还是有一些不舍。他不带我们，觉得还是挺喜欢他，挺怀念他的。那天之后真的是没有见过他们，这里面说算是遇见了3个非常好的良师益友，就是没有要到联系方式有点可惜。在正式训练之余，同学们还进行了各式各样的活动，国防知识竞赛、军事理论课、安全讲座、海报、黑板报评比。丰富的活动让同学们的军事素养和团结意识都得到了不小的提升。初赛的时候是10个队伍，分为3个环节，一道题是10分，答对了加分，答错了不扣分。成员之间不可以商量，但是可以进行亲友团求助。决赛的时候也是一样的，然后但是题型有所变化，从简答题变成了图片题和音乐题。军理课的话，我觉得因为大家白天训练就特别累嘛，一到军理课肯定是想借军理课这个时间来休息放松一下。但是通过我这段时间我看了一下，我感觉军理课上老师说的那些就是对于现在这个安全形势的一些分析啊，不管是还有其他的，我觉得都是很那个贴切，很就是能够让大学生能够去容易理解的。就是第一堂放的是一个大阅兵一个电影，是一个老电影，但是就是说看起来还是挺有感觉的，尤其是他用了一些片段吧来刻画一下部分他参加训练的人员在参加阅兵之前那个训练中的那个心理变化，这个描写还是挺细微的，也就是让人感觉挺震撼的。就是大家都奔着一个目标而去，然后大家都很团结，都很努力。主要是项目就是走方队就起步和正步练习，然后虽然说项目听起来还是挺简单，但是真是接手到这个新教官接手了我们以后，感觉练起来整个人都不好了。然后起步的时候，光起步就练了整整一天。上午的操课和下午操课都在练起步，就是从中可以学到就是军人他们平时训练中一些这个要求的也。训练室主要是分为齐步踏步和齐步走，然后齐步换正步，正步换齐步，然后中间方队长的话会有正步之间的敬礼活动。
首先呢，为了让整个队伍形成这个队列的肌肉性记忆，每次都需要将一个动作定格很长很长的时间。然后比如说齐步走的摆臂，然后还有正步走的踢腿，然后这都是需要有很长时间的要求的。然后教官会每一个人的去纠正，在这期间你是不能可以把腿放下或者把手放下的。每天基本上回去的时候，大腿和脚跟这就已经不是自己的了。拳击拳是一套军体游拳，一共分为16个动作。匕首操的话，就是一群姑娘们在那里挥匕首了，然后感觉动作还是比较简单的。我们第一天就把14种全都学完了，然后后来就是复习一下，巩固一下。教官要求就是急，然后是有冲击力。但是呢，对于女生吧，这个要求冲击力这个要求就比较不好办，都是那种软绵绵的感觉。硬击棍呢只是武警部队方阵中的一种表演模式，但是在这个硬击棍中还是出现了劈棍、挑棍、戳棍，然后格挡，还有弹踢等一系列的动作。然后在刚开始接触这套棍的时候，其实真的是挺难的，而且教官很严厉，因为在握棍的长度方面，你可能一旦是搞错的话，可能会影响下一个动作。所以说，记得是从刚开始分练的方阵开始，应该是花大概有4-5天的时间去开始一个动作接一个动作学，然后最后才用了2-3天的时间去整合所有的方阵，然后最后才打出这套硬击棍。刺杀操嘛，和日本鬼子拼刺刀其实大伙都差不多，但是相对于这种来说，这是一种体操类的形式。这玩意儿能够拼出男人的气势，你知道吗？就容易在那把士气拼出来。动作也要求非常严格，必须要弓腿、蹲下，扎马步，手一定要用劲儿。反正做什么事儿都得用劲儿，尽自己的全力做好每一个环节，确保自己能够在刺杀队完成自己的任务。